小猪佩奇，小马佩德罗咳嗽了。今天是上学的日子，音乐课上，羚羊老师正弹着吉他，在教大家唱歌。突然，小马佩德罗咳地咳了起来。他的咳嗽声打断了羚羊老师上课。对不起，羚羊老师，佩德罗抱歉地说。没关系，佩德罗，别担心，我这就请棕熊医生过来看看。羚羊老师给棕熊医生打了个电话。棕熊医生一听说幼儿园里有小朋友生病了，马上开车赶了过来。棕熊医生查看了佩德罗的情况，他诊断说，你的咳嗽并不严重，但是可能会传染给别人。接着，棕熊医生给佩德罗开了一勺止咳药。佩德罗很勇敢，一口就把药吃下去了。不过，这药真难吃呀！不好，小狗丹尼和小羊苏西也咳了起来。于是，丹尼和苏西也吃下了难吃的止咳药。棕熊医生夸奖道：“做得好，孩子们！吃药的时候就该这么勇敢。”那么，棕熊医生，你会生病吗？佩奇好奇地问。我从来不生病，因为我每天都会吃一个苹果。说完，棕熊医生就回诊所去了。放学了，家长们都来接孩子回家。这时，佩奇请求说：“羚羊老师，请再唱一首歌吧。”没问题。羚羊老师抱起了吉他，轻轻唱道：“玻璃小姐有个娃娃。”糟糕，羚羊老师也被传染了，刚开始唱歌就咳了起来。所有的大人都跟着咳嗽了，而且一直咳个不停。佩奇赶紧打电话请棕熊医生过来为大家看病。棕熊医生又赶到幼儿园，给每一个大人都开了一勺止咳药。这下大家的病都治好了。棕熊医生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谁来照顾你呢？佩奇问道。没有人来照顾我，不过我从来不生病。棕熊医生话还没说完，却突然咳地咳了起来。棕熊医生回去休息了。羚羊老师担心地说：“棕熊医生太可怜了，他生病了，却没有人去照顾他。”于是，大家决定一起去看望棕熊医生。他们还为棕熊医生送去了新鲜的水果。苏西扮成一名护士，为棕熊医生倒了一勺止咳药，送进他的嘴里。最后，大家还为棕熊医生唱了一首好听的歌，祝愿棕熊医生早日康复。棕熊医生很感动。